箭扣长城是未经开发的野长城，山上各种小路交错，很多小路宽度只有20公分左右，路边就是百丈深渊，鹰飞倒仰，更是箭扣长城最险的一段，是长城倒塌断层后形成的一个悬崖。传说鹰飞至此也要倒仰飞行才能通过，可见其陡峭凶险。也正是因为它的险峻，这里曾发生过多起游客坠落的悲剧。接近小布达拉宫的时候，脚下已经几乎没有路了。这个路修入1米，居然用工在60个工，非常雄伟。现在我们朝上看下去，你自己感觉就是在鹰飞倒仰，伟大的奇迹。一名女子在攀爬至鹰飞倒仰时被困，寻求下山方法的过程中，不幸坠落身亡。能成功一次就出门的情况少，我是说出远门，特别是还带了那么些东西。我刚到底锁门了吗？好吧，其实也没有特别紧张。一大早人来人往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忙着去哪。其实我也并不真正知道自己要去的那个地方。提上车跑起来的时候，好像眼里的一切都不一样了。路边上复杂纷繁的东西都在速度的流动中变得通顺、简单，整个精神状态也跟着前胸一块挺拔起来。虽然偶尔也免不了要跟着4轮堵在一起，但只要速度稍微一提起来，心里那些纠结和各种没法一句话说明白的褶皱，在气流里被风穿透的时候，就很自然的被一点点抚平了。这次路的终点是个挑战，其实只要没干过的事儿，大大小小都算个挑战。我还记得第一次骑车进收费站的时候，心里都有点慌乱，对没做过的事儿恐惧、好奇，又有那么一点兴奋。这样的心情就是去做很多新鲜事儿的动力。比如这次要去的地方，23块钱，对未知一天的旅程而言，就是提早打算，路上越快越好。乡村是和蔼可亲的，进怀柔就不远了，跟城市比起来，没人知道我们去哪。你要寂寞就来参加，你爱年轻，他们老了，你想表现自己吧，那样找到你的肩上，露出你腼腆的脸庞。你爱新鲜，他们熟了，你担忧你的童真吧。跑在没人的山路里，听着喜欢的歌，有时候会禁不住跟着一块唱起来。隔着头盔，没人听见，也没人知道你心里多舒服。
过去看着长城上看看呗，我大老远过来了。那一瞬间，我想编个瞎话来着，出于对大爷的尊重和莫名的信念，或者干脆就是出于一种惯性，还是有什么说什么。这样的一刻让人觉得温暖。人和人之间本就该有朴素的体谅和理解。古代的遗产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。视线尽头镶在山巅的，应该就是这次的目的地了吧？这看着也不算特别高吧，至少现在我是这么觉着的。都妥了，那就赶紧走吧。